答应大家的油管创收保姆教程来了。我这2年从油管赚了17万，虽然不多，但是经验还挺有价值的。如果是你，可能会拿到更大的结果。我也会完整的公开我的后台收入数据，给你看平台和我之间的往来邮件，梳理其中的关键节点，诚意满满，欢迎收藏。要想在油管创收，首要条件就是加入 YouTube 的合作伙伴计划 YouTube Partner Program， 简称 YPP。第一个就是你要拥有1000名订阅者，第二个就是你过去12个月内公开的长视频有效观看时长达到4000个小时，或者过去90天内公开的 Shorts 短视频浏览量达到1000万次。Shorts 难不难达标我不懂啊，我没做过。YouTube 是鼓励你长期创作原创的横版长视频的。如果你一开始就做了一个长视频，比如说是1个小时的超长讲解教程，获得了5万的播放，就算完播率只有10%吧，你就有5000个小时的总观看时长，那你就达标了。我其实很喜欢油管的这个总观看时长这个指标，其实这个就是你的影响力，有多少人在你的内容上花了多少时间，这个很直观。我的总观看时长是62.5万个小时，这就相当于71年，肯定超过我的余生了。从我这个个体存在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很有意义的。我是从23年12月底开始从油管获得收益的，最高的一天有1132块港币，到现在差不多2年时间多一点点吧，一共挣了18.7万港币。这个货币符号是港币啊，港币跟美金都是这个符号。一开始我不懂，我还以为这是美金，一天打几百美金，这太爽了。后来我才发现，我设置的货币单位是港币，它俩的货币符号的简写都是一样的。18.7万港币换算成美元就是2.4万美金，换算成人民币就是17.3万，我觉得还挺满意的。24年全年是12.6万，平均算下来也是月入过万了。25年因为我的重心主要在 B 站上面，所以没花太多心思去经营内容，25年就赚了4万块钱。26年我计划好好做起来，说实话这也是我的 Plan B， 商单能接多久我也不知道，但是油管我感觉做个10年没有问题。如果你一不小心就做了一个100万播放的爆款长视频，那一条视频就有可能带来几万块钱的收益，当然这个可遇不可求。像小令的内容超级精良，他一条视频平均是150万播放，差不多就是5到6万块钱的收益，每个月2条那就稳稳的10万加。我目前只有1条是100多万播放的，给我带来的收益是4.5万，这个对现在的我来说太难了。李子柒就更恐怖了，24年底他更新了3条视频，一共8800万播放，这3条视频至少200多万的收益。而且更恐怖的是，他在发那3条视频的时候，我截屏了，是1990万粉丝，和当时的苹果官方账号差不多。1年多没更新，他又涨了1000万，这个真的太恐怖了。苹果还是2000万，苹果要加油啊！哪怕李子柒这辈子不更新了，他现存的视频持续的播放收益都足够养活他一辈子。李子柒真是永远的神。好，如果你达到了 YPP 的硬性条件，那 YouTube 会给你发一封邮件，标题就是 Apply to YouTube Partner Program。嗨，谭东东，是时候加入 YPP 了。加入 YPP， you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earn money。其实这封邮件是我在23年10月9号收到的，我当时没当回事儿，直到12月底我才申请的。这期间我就差不多损失了1万多块钱，因为当时有一条爆款视频。点击接受申请，注意这里你的 Chrome 浏览器的账号一定要切换到 YouTube 的同名账号，才能有权限打开这个网页。申请之后就会要求你去注册绑定一个 Google AdSense 账号，这里需要填写真实的收款人姓名和详细的收款地址，这个非常重要。这里填不对，你就收不到 Google AdSense 给你发来的 PIN 码信封，就是你的个人识别码。你只有在 AdSense 后台输入这个 PIN 码，你才能够正常打款收到钱。谷歌亚太总部是在新加坡，部分行政和物流中心在马来西亚，所以中国大陆的 YouTube 创作者收到的 PIN 码信封都是从马来西亚寄来的国际平信。国际平信是各国邮政系统之间最基础、成本最低的通信方式，国际通用，但是它不是挂号信，没有单号，无法追踪，也没有电话。寄出之后，你就只能干等着邮局的邮递员给你送上门，只能干等。我当时出于安全考虑，我就没有写自己详细的地址，写了一个很模糊的地址，只写了街道和社区，没有写小区的名字和门牌号，这就导致这封信就一直送不到我手上。一般等个3到4个礼拜肯定送到了，然后我就着急了，没有这封信我就没法提款嘛，我就找附近的邮局，亲自上门去找邮递员。邮递员说：“你可来了，这封信在我们这放了快半个月了，再过2天我就打算退回去了。”所以这里的地址非常非常重要，一定要再三强调，你一定要写准确。这里建议你可以在地址栏的末尾加上你的手机号，比如说你可以这么写：某某小区3幢1单元601，电话13812345678。那这样邮递员就可以给你打电话，因为他能看到你的电话号码。实在不行，你就跟我一样，去当地的邮局上门去找。如果5周了你还没有收到，那就再申请一次，每个账号可以申请4次。我当中就重新再申请了一次，地址写正确了，差不多3周就拿到了。新的这个呢，我就一直没有拆开，也没有用。另外就是收款账号，招商银行借记卡就行，非常方便。每个月21号左右，他就会把美金打到账户里。App 里面点击外汇购汇，点击结汇，
然后选择美元，那你账户里的美金就可以直接结算成人民币打到你的银行卡里。那到这儿呢，你的钱肯定能够到你的账户里了。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税务信息填写，有3部分。美国的 W8BEN 表单 ，YouTube 属于谷歌，那都是美国公司，这个你不填，它就默认按照全球总收入的24%扣税，太高了。填了之后呢，只针对美国观众，差不多只收取10%以下的税，差别就很大。然后是新加坡税务信息，这个是因为谷歌亚太总部在新加坡，我们的款项是新加坡的实体汇出的。新加坡政府要求对支付给非居民的某些收入征收预扣税，你不填就扣税，但是我们可以免税，因为中国和新加坡有一个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我们的视频博主算作里面的独立个人劳务，可以免税。但是这里要求你必须提供一份证明文件，叫做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这个证明长这样，每年都要上传一份新的，你可以去当地的税务局咨询一下怎么开。这里我就要夸一夸杭州的政务工作，非常方便。我的居住地在杭州市余杭区，直接到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的网页版，点击我要办税，右边有一个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开具，直接在线填写就好了。那具体怎么填我就不废话了啊，填写指南我整理在飞书文档里面，还有前面这个 W8BEN 表单和新加坡税务信息怎么填写，油管上都有人分享过，那相关的内容链接我都整理到飞书文档里，整个文档的链接我放在简介里了，自取。好，到这儿呢，你从申请 YPP 到把钱以最低税率转到自己的账户上，你需要的所有必要条件都有了。第一个就是1000粉丝，第二个12个月内4000个小时的观看时长，或者90天内1000万次 Shorts 播放。第三个注册绑定 AdSense， 拿到含有 PIN 码的国际凭信。第四个就是一张招商银行的借记卡。第五个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好，齐活了。你 YouTube 的收益每个月会先结算到 AdSense， 只要超过$100就会打款到你的账户，不够呢就顺延到下个月。然后就是什么样的内容才能获得收益？不是所有的内容都能在油管获得广告收益的。首先就是要原创，然后就是不要侵犯他人版权，像视频、画面、音乐、BGM 都不行。再就是 Shorts 的竖版短视频和标准的横版长视频是不一样的。原创很好理解，视频素材是你自己拍的，然后自己写的稿子，自己配的音，自己露脸解说，自己剪辑的，那就100%原创。这个过程中你可以适当的利用 AI， 比如说自己写的稿子，但是不露脸，是 AI 配音的口播。但是画面的素材、音效都是自己的原创剪辑，这个没事儿。但是如果全都是 AI 写稿，然后配音，再配上网络的素材或者 AI 生成的画面，就会被判定为低质量的内容。还有一个和原创有关的政策叫重复性内容，说的是你自己频道内内容相似度是不是很高。比如说你天天去河边磨铁棒子，同样的机位、同一个位置、同样的画面，观众很难看出来你不同视频的差异。你今天跟昨天没啥区别，这个就不行。或者你一直用某一个模板批量的做视频，视频之间的相似度很高，这个也不行。YouTube 可能会停止你的创收资格。然后就是版权 ，YouTube 有一套自动化的数字指纹技术，就是它的 Content ID 系统。视频或者音乐的版权方会先将有版权的内容上传到 YouTube 的数据库，你上传视频之后，系统会自动的跟数据库比对。如果检测到你用了版权素材，你就会收到一个版权主张，一般会有几种处理方式。第一个就是收益归版权方所有，第二个是收益共享，第三个是禁止播放或者屏蔽，第四个是仅监控流量数据，但是不限制内容创收。我有一期视频就是用了巴黎奥运会10几秒的乒乓球比赛的片段，就被判侵权了，然后直接全球禁止播放。YouTube 的侵权审核机制非常严格，那相对来说国内就随意得多 ，BGM 影视剧的素材随便你搞。国内大部分影视解说视频都绕不过 YouTube 的 Content ID 系统。我因为要同步分发 YouTube， 所以我的视频素材都很守规矩 ，BGM 都是花钱买的 Artlist 授权的。所以这里我是同情 B 站不做贴片广告的，因为 UGC 平台视频音乐版权的认定和分润这个事儿在国内很难搞。关于 Shorts 竖版短视频的播放收益计算很复杂，你可以问问 Gemini。综合收益大概是标准横版长视频的1%到5%。这里得明确一下 Shorts 的定义。最新的规定是3分钟以内竖屏视频，包括1:1的正方形视频都算 Shorts。如果你拍了一个3分01秒的竖屏视频，它不会进入 Shorts 流，而是会作为一个带有黑边的普通视频出现，它算长视频。另外，只要是16:9的横版视频，不管长短，它都算标准长视频。只要是标准长视频 ，YouTube 会在片头和片尾插入贴片广告。如果视频超过8分钟 ，YouTube 会自动在视频中间的某些位置插入广告。所以8分钟是个分界线，超过8分钟的视频，你就会获得更多的广告插入机会。如果你的视频是7分55秒，那就别犹豫，想方设法把它弄到8分01秒，你会收获更多的广告收益。当你在后台上传视频，选择开启创收之后，它会让你自查申报有没有包含以下不当的内容，说脏话、成人内容、宣扬仇恨、枪械敏感等等，我一般都没有。然后提交，接着后台就会自查 ，Content ID 会查你有没有版权的问题，然后 YouTube 的 AI 系统也会查你的视频内容是否适合投放广告，都打勾就说明没问题，然后你就可以发布了。
最后，对于要做 YouTube 的新人给几点建议。油管上对我影响比较大的，确实给到我直接帮助的有2个博主，一个是 Papaya 电脑教室，这是台湾的一个博主，我是看了他的 Camtasia 那一期视频，我才决定下场做博主的。这个剪辑工具好上手，录屏加剪辑2合1，我后来所有的视频都是用 Camtasia 剪辑的。Papaya 电脑教室是一个软件分享的博主，不露脸，慢慢跟，油管也有165万粉丝，B 站也有账号30万粉丝。你看他 Gemini 这一期视频 ，B 站的播放只有不到3万，但是油管有70万播放，这70万就值2万块了。大家可以学习一下他的剪辑手法，不疾不徐，简单干脆，不过分剪辑，把事情说清楚就行。不要学小令，你可能这辈子都学不会他剪辑师的水平，也不要学影视飓风，他的视频对单兵新手没有指导意义。另外一个博主是 Ali Abdel， 他的视频里面有很多关于如何从零运营 YouTube 账号的分享，很干很实用。我从他视频里面学到的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利基市场，什么赛道分区都不重要，未来谁会花钱请你做视频，或者在你的视频里面投放广告，那就是你的利基市场，这个很重要。你想做的，观众想看的，有人掏钱的，怎么在这3方里面找平衡、找侧重？强烈建议你去刷一刷他的视频。坚持原创，分享有价值的内容，这里面我就觉得教程类视频永远有市场。以教为学加教程类视频等于双重价值。我以前也不懂 Camtasia 怎么用，我纯自学，但是我是带着目的去学。我要做个教程，我要教其他小白怎么用好 Camtasia， 这个就是以教为学，我会学得很扎实。然后我也确实做出了一套 Camtasia 的剪辑教程。就算你其他什么都不干，你就单单把市面上所有的浏览器你挨个出个教程 ，Chrome、Safari、Edge、Arc、夸克，等你认真的把这几个视频做完，我敢保证你会有粉丝，其他生产力工具的厂商也会找你打广告的， AI 厂商也会找你的，因为现在的 AI 离不开浏览器这个入口。类似的，你把市面上所有的笔记软件都撸个遍，也会有同样的效果。反正这个过程你得慢慢来，别着急。Ali Abdel 现在年入1000万美金，但是他也是发了好几十个视频之后才出现一个爆款，然后才慢慢起飞的。我的油管也是在发了几十个视频之后才遇到一个爆款，才打开了创收的通道。没有人知道什么视频一定会火，但是你得坚持发，不停的试，才有可能碰上那个好运的爆款，平台也才会认可你是会坚持创作的好伙伴。所以你要做博主，我建议你2条腿走路， B 站和油管双修，因为你也不知道你能不能熬到第1条商单，在此之前很有可能是油管的收益支撑你向前。我就是23年12月底的油管收益给了我一剂强心针，1个月能有1万块的保障，我就有信心多了。然后坚持了半年，我就接到了人生第1条商单。因为25年我没有好好经营油管账号，数据很一般，我今年会好好干，1年之后我再来分享更深入更细致的经验感受。我们一起努力，希望这条视频对你有帮助。谢谢你的时间，下个视频再见。